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，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菠菜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蔬菜，绿油油的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平时煮面条或者吃火锅的时候都少不了菠菜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菠菜的养生吃法。坚持吃上一段时间后，身体越来越棒，精神越来越好。首先准备适量的菠菜，菠菜中含有的维生素 A 可以保持上皮的完整性，并且对改善视力也有一定的作用。儿童经常食用菠菜，可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，促进生长发育，并且对预防传染病等疾病的发生有一定的作用。菠菜中所含的铁元素对缺铁性贫血的预防和治疗有一定的作用。女性由于月经期出血的缘故，在平时多食用一些蔬菜，对保持身体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。菠菜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，经常食用可以促进肠蠕动，有利于粪便的排出，对防止便秘的发生有一定的作用。经常食用菠菜对防止痔疮的发生也有一定的好处，因为痔疮是在便秘的基础上发生的。经常食用菠菜还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，因为菠菜中含有叶酸，叶酸对阻断冠心病的发生有一定的作用。泛草酸的蔬菜和水果包括竹笋、莴笋、油菜、草莓等食物。经常食用菠菜还有抗衰老的作用，因为菠菜中含有大量的抗氧化剂，在食用后有抗衰老的作用，并且经常食用菠菜还有增强青春活力的作用。用菠菜捣碎成汁后敷脸，还可以清洁毛孔，减少面部皱纹的发生。菠菜洗干净先放一旁，再准备一块南瓜。南瓜营养价值非常高，也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食材，颜色金黄，口感香甜。常吃南瓜对身体好处也是非常的多。南瓜中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，可以健脾护肝，预防胃炎、夜盲，使皮肤变得细嫩。南瓜中含有大量贝塔胡萝卜素，在体内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。维生素 A 有较强的抗氧化剂的作用，可以清除自由基，预防多种癌症，对上皮组织的生长分化，维持正常视觉，促进骨骼的发育，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。南瓜中含有丰富的锌，锌为人体生长发育的重要物质，还可以促进造血。南瓜中含有的多种矿物质具有预防骨质疏松和高血压的作用。南瓜中含有的维生素和果胶能年结和消除体内细菌、毒素和有害物质，从而起到解毒作用。对于秋燥引起的季节性便秘有改善作用。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癌症疾病而失去了生命，因此防治癌症成为很多人头等健康问题。防治癌症不仅仅可以通过营养补品来实现，在食物当中也能够找到防治癌症的食物，其中南瓜能够有效地防治食管癌以及胃癌，能够帮助身体当中的肝脏健康得到恢复，能够让身体当中的肾脏细胞以及肝脏细胞有更好的再生能力。多吃南瓜能够让身体当中的胰岛素处于平衡的状态，能够维持身体当中正常的血压以及血糖。对于一些肥胖的患者来说，多吃南瓜能够更好的进行减肥，同时也能够有效的补充身体当中的营养。很多的胃部健康十分差，这时候不妨多吃南瓜来保护肠道胃黏膜健康，同时促进身体当中的胆汁进行分泌，避免肠道黏膜受到一些粗量的刺激。多吃南瓜能够促进肠胃进行蠕动，能够有效地对食物进行消化。切好的南瓜放入盘中备用。接着准备适量的小米，小米称得上是谷物界的黄金搭档，
能和各种食物搭配，让营养翻倍。中医认为小米味甘咸，性凉，专入肾，兼入脾胃，有补肾养胃的作用。现代医学也证实，常吃小米还有6大健康功效。1、促进睡眠。小米的色氨酸含量远高于其他谷物，能够让人感觉心情愉悦，还能促进睡眠，增强记忆力。2、预防消化不良。消化不良的人常有食欲不振、营养不足、积食、反胃腹泻等症状，而小米富含淀粉酶、维生素的物质，能滋补脾胃，增进食欲，促进消化。3、抗菌消炎。小米的维生素 B1 含量远高于大部分粮食，含富维生素 B2， 它们都可以减少口腔细菌滋生，清除口气，预防口腔溃疡、脚气病、神经炎等炎症反应。4、辅助补血。补血要先补铁，铁是促进人体造血的重要元素，能帮助改善贫血体质。5、祛斑养颜。小米富含维生素 E， 是清除自由基的天然抗氧化剂，具有减轻皱纹、色斑和色素沉着的作用。小米含富含油脂和类雌激素物质，能帮助女性调节内分泌，滋润皮肤。6、补充蛋白质。不同种类的小米蛋白质的含量一般介于 5% 到 20% 之间，以谷蛋白醇、蛋白球、蛋白等为主，包括人体必需的各类氨基酸，所以小米同样适合病人、孕妇和儿童食用。一方面能加速康复，另一方面也能补充营养。小米清洗干净，空出水分放在一旁。现在往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开大火烧开。烧开之后将小米下锅，小米一定要水开下锅，这样小米的营养才能释放出来。南瓜也一同放入锅中，先将它们煮上30分钟的时间。另起锅提前烧水，水开加入适量食用油，1勺食盐，再把菠菜放入锅中，将菠菜焯水2分钟。因为菠菜属于草本植物蔬菜，本身含有大量的草酸，而草酸摄入人体本身没有任何好处，反而会导致身体钙元素利用率大幅降低，而焯水可以有效地去除草酸，所以吃菠菜之前必须焯水。加入食用油可以使菠菜更加的翠绿，加入食盐可以入一个底味。时间到之后，把菠菜捞出来，把它切成小段放入盘中，再准备一把枸杞清洗干净。枸杞汁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、多种维生素和钙铁等健康眼睛必需的营养物质，俗称明眼滋，擅长明目。历代医家肝血不足、肾阴亏虚引起的视物昏花和夜盲症，常常使用枸杞汁。洗好之后放入碗中。现在小米已经煮得差不多了，再将菠菜也放进去，再煮上3分钟的时间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个留言和每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动动你发财的小手，给我点个赞吧。请在底下留言+1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最后再把枸杞放进去，可以加入1勺食盐。俗话说想要甜加点盐，加入食盐味道更好。加入枸杞之后再煮2分钟就可以出锅了。小米粥被人们誉为大参汤，可见小米粥的功效之大。小米粥搭配南瓜之后，有非常高的食用价值和保健价值。常吃南瓜小米粥能够降低我们的血脂和血压，里面还加入了菠菜和枸杞，对眼睛有非常多的好处。这道粥大人和小孩都可以喝，滋补营养，好喝又美味。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
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是多多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